在中国经济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一场针对全球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风暴正在酝酿。这场风暴不仅可能重创普华永道在中国的业务，还可能揭示中国政府在房地产泡沫崩塌后寻找替罪羊的战略。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可能反映的更深层次问题。根据媒体的报道，普华永道中国已经向客户透露，预计中国监管当局最早将于9月对其实施为期6个月的业务禁令。这一禁令将阻止普华永道签署财务业绩和首次公开募股文件，并禁止其开展其他受监管活动。这一处罚力度之大，在中国会计行业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要知道，普华永道可是2022年中国大陆收入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年收入高达79亿元人民币。如此重磅处罚，无疑会对普华永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打击。除了业务禁令，普华永道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有消息称，罚款金额可能高达1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虽然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但也足以让人感受到监管部门的雷霆之怒。然而，这场风暴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动机？普华永道是否正在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崩塌的第一个替罪羊？普华永道遭此重罚，表面上与其长期为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提供审计服务有关。然而，这是否只是一个借口？普华永道为恒大提供审计服务长达10多年，在这期间，恒大爆出了惊人的财务造假丑闻。据中国证监会披露，恒大在2019和2020年虚增收入高达5641亿元，这一数字之大，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恒大的财务造假真的只是普华永道一家的责任吗？在中国的政商环境中，如此规模的造假是否可能在没有政府默许甚至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更值得注意的是，恒大的问题并非个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在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县城留下老人，这些都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如今，随着泡沫的崩塌，政府急需找到替罪羊来平息公众的怒火。随着普华永道卷入恒大风波，其客户群也开始出现动摇。一些重量级客户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银行的决定。作为中国4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银行选择改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取代了长期合作的普华永道。这一决定是否真的出于商业考虑，还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据统计，约有30多家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已经宣布解聘或取消续聘普华永道。这意味着超过1/3 2022年由普华永道审计过的 A 股上市公司选择了弃用。如此大规模的客户流失，是否也反映了政府对这些公司的暗示或施压？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普华永道似乎也只能采取一些无奈之举。公司已经开始实施包括裁员和强制无薪休假在内的成本控制措施，这表明公司已经意识到即将面临的经营压力。普华永道也在努力安抚客户，向客户保证，即使在可能的禁令期内，员工也将继续工作。公司承诺，到2024年3月禁令到期后，仍能及时提交客户的2024年年报。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有效缓解危机，仍有待观察。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一旦成为替罪羊，重建信任可能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普华永道的危机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个案，它也折射出中国审计行业在政府干预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挑战。审计独立性问题尤为突出。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中，审计机构往往面临着
来自政府和大企业的双重压力。以恒大为例，一家在2020年巅峰时期拥有3200亿美元资产的庞大企业，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的政治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机构要真正保持独立性、客观公正地揭示财务问题，难度极大。审计费用偏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相比，中国公司支付给审计机构的报酬往往偏低。普华永道平均每年从恒大收取的审计费用不到400万美元，而规模相当的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在2023年向普华永道支付的审计及相关费用高达4200万美元，是恒大所付费用的10倍还多。这种低价策略可能是政府为降低企业成本而默许或鼓励的，但却可能为财务造假提供了温床。此外，中国企业的复杂性和不透明度也给审计工作带来了挑战。许多中国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和不透明的财务操作。这种情况下，审计机构即便想要进行彻底的审计，也可能面临重重阻碍。在这场危机的漩涡中，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区迎来了新的掌门人。7月3日，普华永道中国官网宣布，李丹接替赵伯基出任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区主席。李丹是首位领导国际4大专业服务公司在华业务的中国内地人士。这一任命或许反映了普华永道希望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中国政治环境的意图。李丹在普华永道有着30多年的从业经历，是公司在中国内地首批招聘培养的本土应届毕业生之一。更重要的是，李丹在政界也有着深厚的人脉。他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会计信息化标准化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并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李丹的政治背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可能有助于普华永道在当前的政治风暴中寻求某种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普华永道真的被选为替罪羊，李丹的政治背景可能使他在维护公司利益和满足政治要求之间陷入两难境地。普华永道的危机绝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审计失误事件，而是反映了中国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一事件可能是中国政府应对房地产危机的一种策略。通过严惩普华永道，政府可以向公众传递一个信号：我们正在严肃处理房地产问题，有关各方都将被追究责任。这可能是为了平息公众对房地产崩盘的不满情绪。同时，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在关键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态度变化。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增多，政府似乎正在收紧对外资的政策，普华永道可能只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受害者。此外，这一事件也揭示了中国金融体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崩塌，恒大等公司的财务造假，以及审计机构的失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担忧。如果政府继续采取寻找替罪羊的策略，而不是进行真正的系统性改革，那么类似的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再次发生。无论如何，普华永道的这场危机无疑将成为观察中国政经形势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命运，也可能预示着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深入分析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表面的叙事。